19岁散打小将大腿如钢刀般锋利，踢得老外惊慌失措，大腿骨折，疼得他跪在地上滋哇乱叫。4位医生急忙上台抢救老外骨折的大腿。年仅19岁的散打小将叫孔令锋，别看他只有19岁，其实孔令锋早就蝉联了3届青少年散打锦标赛冠军。步入职业拳坛的那一刻起，70公斤级这个级别就避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10胜1负的战绩也是给足了孔令锋底气。然而他的对手也是一位年仅19岁的搏击选手，不过曼苏贝克的战绩却比孔令锋好看一些，29胜3负的战绩足以让这家伙从这个级别当中脱颖而出，成为70公斤级一哥。这家伙声称会把孔令锋当成一个孩子来看待，在擂台上下手的时候会轻点，仗着拥有身高马大的体型，就敢对着孔令锋大放厥词。然而孔令锋也不是谁都可以捏的软柿子，话就不多说了，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这家伙的身高至少比孔令锋高出10公分左右，一开始的试探却给了孔令锋进攻的机会，瞅准机会就是一记重地扫。孔令锋连瞅都没瞅曼苏贝克一眼，赛前嚣张的曼苏贝克一开始就吃了一个下马威。然而这只是孔令锋的开胃小菜，重头戏还在后头呢。去年的一个沙滩的一个泰拳赛亚洲杯，那我们看看他们的身手究竟如何。好，一个箍颈，好，这个部分啊会被裁判警告。就是可以拉着颈子做一次袭击，但是可能不能长时间的抱住对方的脖子。因为对那南方选手啊身高臂展都比较占优势所以在近身的时候孔令锋要特别小心孔令锋的头啊已经中了好几次的刺拳。对，孔令锋的进攻姿态非常明显，即便到了内围也没有放弃对曼苏贝克的击打。看似孔令锋紧盯曼苏贝克上盘，实则是想进攻老外的下三路，打完之后就进入内围消耗。一连串的进攻打得曼苏贝克有点经受不住，在内围的时候你防守的时候做 clinch 这个抓紧的动作一个转身边拳差点打做得很好。那可是说他有手肘的嫌疑，可是他不是故意的啊。好，又压进去了。目前南方选手啊在做缠抱，但是没有进行袭击。南方的这个拳法不错，挺准确的，特别细胳膊细腿的老外再次被挤在角落处挨揍。处于主动进攻的孔令锋一点都不让着老外，重拳重腿就跟免费的一样赠送给曼苏贝克。反观老外只能在夹缝中求生，根本无法与孔令锋展开正面对抗。一个代表。这孔令锋，好，这个打到对，打穿了，可以有机会，对，有机会要接的，不要放松，对，跳起来，对。长时间被压制的曼苏贝克只能实施搂抱才能缓解。反观这些根本影响不了孔令锋的主动出击，面对时时刻刻都在发起主动进攻的孔令锋，曼苏贝克不得不将孔令锋带入内围。凭借身高的优势，孔令锋吃到了不少曼苏贝克的前刺拳。不过孔令锋还是难逃被曼苏贝克带入到内围对抗。如果孔令锋再接不住的话，那应该就拨掉，让对方失去重心。孟威是不是也可以试着用边腿攻击一下对方支撑腿，看看对方下盘稳不稳？是有机会啊。好，那刚刚孔令锋啊没有做一个上勾拳，比较可惜。对，好，现在进去会比较危险，就单纯的进去太危险了对方只要膝盖一顶，就可能不管曼苏贝克发起反击还是发起防守反击，都逃脱不了被孔令锋暴揍一顿。在中远距离，曼苏贝克确实更占优势一点，但总体的比赛节奏还是由孔令锋来掌握。好像已经是专门训练过的。你看对方如果是接了腿以后，他开始转身，是一个是用规则保护自己，就是我背对你，你不能打我。然后呢，突然看你没动作，我又给转身边拳又跑出来了。转身边拳是比较这个突然的一种拳法，而且力量也很好。如果全身肌肉协调的好的话，实际上是非常有杀伤力。是昆仑决这个擂台上一直被压制的曼苏贝克还是有2把刷子的，能在紧要关头打出转身边拳，也算曼苏贝克有点实力。不过孔令锋可不打算一直这样打下去，必须寻找到 KO 曼苏贝克的机会。能 KO 掉曼苏贝克，孔令锋在国内的影响力就会大大增加。跟他们讲啊，下巴要缩，头要保护好。好，身上油太多了，太湿了，裁判说擦干净。太油太湿，有时候打得容易滑掉。对，而且这也是可能需要自我保护的一种。而且拳皇油对眼部有刺激的效果不小心沾到眼睛的话会睁不开所以尽量把它擦干净。对，这个涂上这个防护油对这个运动员是个保护。第2回合开始了，曼苏贝克开始对孔令锋发起进攻。不得不说，曼苏贝克的前刺拳确实有点东西，但这不影响孔令锋的主动出击。连续的前刺拳让孔令锋有点忌惮。想要解除这一危机，
孔令峰要做到猛打猛冲，不给曼苏贝克实施前刺拳的机会。孔令峰的头都没有动啊，所以很好瞄准，很好瞄准。对，而且他这个拿住的防守位置是可以被打穿的。是的。哦，刚刚那个有讲啊，头部的你抗击打能力再强啊，不如你把防守做好，没必要拿你自己的这个头去拼啊。对，他现在是拿头去拼啊，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下，哦，这样的拼是比较吃力的一个地方啊。哦，这个低憋腿，哇，对，接的。孔令峰连续的地扫腿也是给曼苏贝克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两人都是19岁搏击小将，尤其是曼苏贝克，这家伙十分老谋深算。中远距离一个打法进入内围又是一个打法，然而孔令峰则是一直处于主动进攻的状态。之后啊，孔令峰就继续拼，接着对，但是不要看这个蓝方选手背向你就觉得没事啊，对，他现在是很喜欢做转身边拳的一个选手啊，3次都尝试了，是，所以他背对你的时候，你要抱紧他哦，不要留在他有活动的空间。对，我觉得年轻选手特别要学习就是战机的把握，是。哦，甚至有一些选手啊会马后踢哦，那也是要小心的，不是被憋拳打到，就是被后手踢到啊。哦，又要来，你看差一点点，你看，哦，所以不能离他的背后太远，抓住机会可以先打腹后打头。孔令峰在腿法的干扰下，才得以实施精准的重拳，被暴揍的曼苏贝克瞬间就失去了反抗，就知道搂着孔令峰的头进行消极防守。这种箍颈是在比赛规则边缘，稍有不慎就会触犯比赛规则。至此，裁判一直在紧盯曼苏贝克，避免这家伙使用违规招式。啊，你不打我就转身边拳啊！如果你打他的话，我就跟裁判说你打我后脑。对，是这样。他到裆哦，踢到裆。哎，好像这个孔令峰还没回过神来啊。那这个萨尚啊，裁判已经叫他们开始比赛了。好，已经到了角落。好，被踢了一裆的孔令峰表现的依然很稳健，并没有急于求成对曼苏贝克发起猛攻。面对进攻欲望十分强大的孔令峰，曼苏贝克不得不将距离把控一下。一旦进入到内围，孔令峰将会丧失对比赛的主动权。整个把对方都拉进来之后再撞上去，这是非常重的。对，这个蓝方选手现在不好打，孔令峰必须有更合适的战术。是，你看他用这个前手的刺拳控制距离，用正蹬腿他就不容易打进去。是，进去了以后他就用膝撞他，对，抱着紧着然后撞他，很不容易打进去。不容易。如果真的打进去，他都背对你。对，然后实在不行了背对你，背对你也不能打。对，然后一不小心他还转身边拳。是啊。对，也是非常诡计多端了。然后这几拳打的是不错，应该连续接着打。对，一直猛打猛冲的孔令峰也挨到了很多拳头，最多的就是前刺拳还有转身边拳。虽然刺拳给孔令峰制造不了什么威胁，但转身边拳可以直接要了孔令峰的命。不过总体来说，孔令峰还是略占比赛优势。萨尚再一次警告了啊，不要给我抓头啊！好，第二局比赛开始了。这个孔令峰红方孔令峰可以试一试这个用边腿攻击支撑腿。是的，因为这种身材比较高的这个运动员，腿部也有可能受到这个短板。对，第3回合开始了，曼苏贝克的前刺拳还在继续，不过孔令峰根本没把这些进攻放在眼里，则是顶着曼苏贝克的进攻持续猛压曼苏贝克内围。进入内围的曼苏贝克什么都没做，就搂着孔令峰的头部疯狂顶膝，至此这家伙遭到了裁判的警告。要到了，要接着打，这个不能残暴，这个。好，我们这边从这边看了，这个蓝方选手大腿啊已经有淤青了哦。长时间的消极搂抱让孔令峰有点难以接受。面对孔令峰所发起的主动进攻，曼苏贝克依然我行我素实施消极搂抱，最终裁判有了作为，给了曼苏贝克一张黄牌。孔令峰是最难的那一个，不发起进攻就会被曼苏贝克牵制在中远距离，发起进攻却被曼苏贝克实施消极搂抱。看是先给了这个蓝方警告，后来是。好，蓝方的前腿啊已经淤血了啊，孔令峰要注意一下，可以再多踢几下。对，比赛时间还剩下1分30秒，曼苏贝克想利用最后的机会殊死一搏，结果孔令峰的进攻攻势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刚想发起进攻的曼苏贝克大腿却遭到了重击，2记重击踢的曼苏贝克有点难以招架，甚至直接瘫跪在地上。打了，终于抓到重点了啊！这就是击中了这个支撑腿。对，牙套都吐了出来，因为他很痛啊。对，他还没倒之前啊，这个孔令峰啊补上了好几下。对，哦，恭喜啊！
刚才我的建议看来还是挺有远对，见的。你在背对我嘛，我不能打你头，但是我踢你脚总可以吧？啊，对，你背对我，终于啊，这招被我破解了啊！对，哎呀，这个南方选手啊，很痛啊。直接打头部，其实他确实不容易赢的。对，而且打头部他背对你就被犯规了啊！这个教了大群医生急忙上台抢救曼苏贝克的大腿，然而曼苏贝克依然起不来。看来孔令峰这两腿是把曼苏贝克踢废了。他真的不是是对准了那个部位，太痛了啊。我们再看看他踢的部位你看第一下踢歪了，已经不行了，这下去哇，两脚都踢中。所以到底是哪一脚比较痛呢？这确实是，应该是他的右脚比较痛哦。第一下踢到这就不行了，第二下再补，哇，他真的这回找对。最终孔令峰获得了比赛胜利，成功将这位赛前说大话的老外踢断了腿。大家感觉孔令峰打得好的话，